听了周红林的话，叶佳妮说道：“我又不是不让你过去抱抱你儿子啊，我是不让你一个人过去，必须要我陪着你。”说着，他亲昵地挽上了周红林的一边手臂。周红林失笑地点一下他的额：“你啊，就是爱吃飞醋。我和他离婚就是不爱他了。你别听我妈、我姐胡说八道，我是不会和海玲复婚的。”母亲和姐姐是觉得海玲认回了一个有钱的大姨，对她的前途有极大的帮助。周红林也承认自己在威浩电子公司干不下去了，不过在老板还没有辞退他，还没有扣减他的福利之前，他都不会走的，并且呢，加大了吃回扣的力道，想在离开之前多赚点钱。毕竟他要迎娶叶佳妮，需要花费很多钱。还有海玲虽说认回了有钱的大姨，但他的大姨并没有对他伸出援手。他现在租了个店铺，准备开早餐店，花的钱都还是他们离婚时他分给海彤的。他大姨可是一分都没有帮到他。就亲戚有钱那是亲戚的，又不会给到你。父母有钱，父母不给你，你都没有呢。所以啊，还是得自己有钱。海彤姐妹俩看到叶佳妮亲热地挽着周红林的手臂，那让周红林推着购物车向他们走过来，颇为好笑。叶佳妮这是在宣示她的主权吗？那就周红林这样的渣男，也就是叶佳妮才会当成宝吧。爸爸，洋洋看到爸爸过来了，很开心的又叫着爸爸。海玲都有点郁闷，还没有离婚的时候，洋洋对周红林可没有现在这般热情。离婚后呢，小家伙每次看到周红林都很开心的样子，难道是见得少了，忽然就想爸爸了？周红林的购物车快要撞上海家姐妹俩的购物车时就停下来，他和叶佳妮都本能地瞟向了海玲的购物车，看到购物车放满了各种礼品、年货，还有好几瓶单价好几千元一瓶的名酒，以及几条大中华的香烟。周红林的脸忍不住拉得老长的问着海玲：“就你和洋洋生活，你买这么多东西送给谁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我告诉你哈，咱们已经不拖不欠的了。你要是把钱花完了，别再来找要钱。还有，我每个月给洋洋的抚养费，虽然我是一次性给了1年的，但你每个月必须给我一个开支清单，证明我给的抚养费是花到我儿子身上。你不想再加我的微信，保留我的联系电话，可以和佳妮联系，反正从明年开始，每个月的最后一天，你就把花到洋洋身上的所有开支列出来发给佳妮，让我过目，免得你这样乱花钱，把我儿子的抚养费都花个精光吧。”周红林对海玲习惯了斤斤计较，离婚了，这个习惯都还改不掉。主要是海玲推着的购物车上放了太多贵重的东西，粗略估计都要过万元了。周红林心疼自己的钱呀，是心疼自己分给海玲的那一笔钱，被海玲这样大手大脚的乱花。就母子俩需要买这么多东西过年吗？就算是送礼，那海玲还有什么亲戚在走动的？无非就是商家。商家那是管城的第2大豪门，有的是钱，人家什么都不缺，海玲不必花这么多钱置办年礼给商家送去的。周先生，你弄错了，这是我为我婆家准备的年礼，不是我姐的。海彤淡淡的接过话来，就算是我姐准备的年礼，花的也不是你的钱，不用你舌头那么长，居然还要他姐把洋洋的抚养费花到哪里都记账，列清单出来。周渣渣就是周渣渣，就这样的周渣渣，周母还好意思劝海玲复婚，简直就是脸大如盆，以为天底下只有他儿子一个男人，笑死人了。你的你给你婆家准备这么多年礼啊？周红林呢颇为意外，他还以为是姐妹俩为商家准备的年礼呢。哇，没想到是海彤为她婆家准备的，海彤还真是大方呀。话说海彤有那么多钱置办年礼吗？会不会跟她姐拿钱？我爱准备多少都是我的自由，与你何干？你要是羡慕嫉妒的话，跟你身边的那位女士说一说，叫她学一学我为婆家花钱大大方方的。婆家的亲戚都给备了厚厚的年礼。周红林本能的偏头看着叶佳妮，
哇，叶佳妮那个气啊！她工作了几年，也是有点小积蓄的。她连她父母兄长都不说，怕被父母用各种方法骗走补贴她两个哥哥了。连父母兄长她都舍不得给他们花，怎么可能舍得花到周家人身上？我和红林还没有结婚，我现在还不是周家的儿媳妇。叶佳妮不愿意为准婆加倍年礼，就拿她和周红林还没有结婚说事。海玲瞟了周红林一眼，似笑非笑的。当初我和你还没有结婚时，每到过年我都会给你父母姐姐准备丰厚的年礼，你爸妈可劲儿的夸我懂事懂礼，意思是叶佳妮不准备礼物，就是不懂事不懂礼数，又把叶佳妮气得脸都绿了。这个死肥婆啊，当面挑衅她呢。她讽刺着海玲，你那么懂事那么懂礼，不还是被红林抛弃了？海玲被讽刺也不生气，她笑，我不是被他抛弃，是我嫌他脏了，主动要求离婚的叶小姐。还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接手了，我还怕这个男人推销不出去呢，现在把他给你了，我还能拿到一笔钱，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真的太好了。离开周红林后，海玲的确过得很轻松，至少不用再像伺候大爷似的伺候周红林，也不用再照顾公婆，忍受婆婆和大姑姐的各种挑刺。叶佳妮想到周家人的那些德性，不得不承认海玲离开周红林，远离周家人是正确的。我和红林情人节那天就要领证结婚了。叶佳妮换了一个话题，又向海玲炫耀她和周红林修成正果。红林会给我父母66.6666元的彩礼钱，你以前住过的房子装修你砸了，正好那些装修风格我不喜欢，我会重新装修成我们的婚房。红林说了，房产证上会写上我的名字，以后红林的工资还会上交，可不像他对你那样 AA 制。海玲笑了笑，说道，听说你们俩的工作都不太顺利啊，说不定哪天你们俩就失业了，工资上交给你也不过是一张空卡，有什么好炫耀的？我和他离婚前虽然是 AA 制，但离婚时我却分走了他100多万元，就算他失业也影响不到我母子俩现在的生活。周红林拉长马脸，谁说我们俩失业了？我们就工作顺利得很。海彤接过话来，你妈说的呀，你妈几乎天天跑去找我姐，就像我姐吐槽你被狐狸精迷住了，说叶小姐就是败家精，花钱大手大脚也不知道心疼你赚钱辛苦，还说叶小姐的父母是卖女儿不是嫁女儿，一家子都是极品呢。叶佳妮的脸色那一下子黑了下来。周红林想到叶家所要的彩礼数目的确太多了，那一时间也没有接话。以他现在的财力，他还是能给到叶家想要的那笔彩礼钱的，但他就不太想给，主要是数目太大了。他还要自己掏钱把他房子重新装修，还要举行婚礼，大办酒席，样样都要花钱，还真舍不得给叶家那么多彩礼。用他母亲骂他的话，60几万能娶个天仙回来了，叶佳妮是天仙吗？还说叶佳妮人品不行，说叶佳妮当初明知道他有老婆儿子了，都还和他勾勾搭搭的。哪怕是他先喜欢叶佳妮的，但一个手巴掌拍不响。叶佳妮要不是对他有想法，早就离职，离他远远的了。他母亲说叶佳妮就是下贱，哪怕长得再漂亮，也是个贱货，比不上海玲。姐，我还要买很多东西，咱们再到处逛逛。海彤挑拨离间成功，叫上姐姐一起推着购物车走了。周红林嘴上说是过来抱抱儿子的，结果他只顾着指责海玲，压根儿就没有抱起洋洋。周红林，等会儿回家后，你得好好说说你妈，不要老是跑去找海玲说话，她以前不是很不喜欢海玲吗？还有咱们的事，让你妈别到处说家丑不外扬，你妈连这个都不懂吗？她跟外人说我还没那么生气呢，她居然跑去跟海玲说，海玲不定在心里怎么笑我们，让我的脸往哪里搁。那叶佳妮在海玲面前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红林对她也的确比对海玲好，让她每次见到海玲，她都忍不住炫耀。周母却跑到海玲面前说她的坏话，叶佳妮觉得太打脸了。
海玲肯定是幸灾乐祸的呀。周红林重新推着购物车往前走，嘴里说道：“我妈也就是无聊，太闷了，想找个人倾诉倾诉。在市区里，她就只认识海玲，所以才会去找海玲说说话。我妈那是有口无心的，你还跟她老人家计较了。佳妮彩礼的事，说实话，我也觉得你们家要得太多了。要是给了你们家60几万的彩礼，他们都陪嫁回来，我倒是愿意给。哪怕陪嫁一半回来，我也愿意啊。可是你爸妈说了，只会给你陪嫁几床新被子以及一辆电动车。那值多少钱？1万块都没有啊。你爸妈来的那天，我听到你爸妈私底下说了，66万的彩礼，60万给你2个哥哥平分了，让他们把他们乡下的房子装修一下。那有余钱再买辆代步车，6万元则是你爸妈留着来他们自己花，只拿那6000多元给你置办所谓的嫁妆。周红林承认当时偷听到叶佳妮父母在讨论着60多万的彩礼钱怎么花时，他气得脸色铁青。他一共也就200万左右的家产，分了100多万给海玲呢，余下只有几十万元了，再加上他近期收到的回扣，以及暗示材料供应商给他送来的报酬，是又有100多万的身家了。可也经不起叶家的狮子大开口呀。哇，叶佳妮内心也觉得父母好过分，彩礼钱是给他的，父母居然说要分给2个哥哥装修房子和买车，只给自己陪嫁几床被子和一辆电动车，太伤他的心了。平时父母兄嫂对他似乎就很疼爱的样子，谁想在他要嫁人时，父母的嘴脸就露出来了，嘴上说着最疼爱他，却是想利用他的价值来帮扶2个哥哥，让哥哥的生活更好过一点吧。不过被周红林抱怨啊，叶佳妮又本能地维护着父母。我爸妈生我养我这么大，供我上学也很不容易，花了不少的钱，现在所要的彩礼不过是回报一下他们对我的生养之恩。钱给我爸妈，他们爱怎么安排是他们的事。再说了，在我们那里，男方给的彩礼越多，代表他深爱女方，愿意为了女方倾尽所有。周红林说我赚的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的，不是让你2个哥哥享受。你想一想，满足了你父母的要求，咱们婚后的生活就要大打折扣了。婚后你父母再来吸咱们的血怎么办？你2个哥哥的房子翻修，再买了车，就钱花完了，说不定还会找各种借口向我们要钱。他们来了一次之后，觉得市里繁华，也想来市里生活，不管是买房还是租房，说不定都会找我们，让我们出钱出力的。周红林是很喜欢叶佳妮，宠着她，恨不得掏心掏肺的，却还有点理智的。叶家父母啊，那就是想让叶佳妮成为福歌魔。我家里以前条件不太好，为了供我上大学，我2个哥哥都早早就去打工赚钱供我上大学，他们也吃了不少的苦，对我这个妹妹也是有恩情的，就当作是回报他们了。我们俩的收入那么高，哪怕是给他们租房子住，也是能支付得起的，不会降低咱们婚后的生活条件。周红林，你不觉得老总现在看咱们俩都不顺眼了吗？我感觉我们都干不久了，离开威浩电子公司，他们俩未必能有现在这样的收入。我回家后会和我妈好好的谈一谈，让她不要老是跑到海玲那里说我们俩的近况。人家就等着看笑话呢。你则和你爸妈商量商量，彩礼钱减一减，给18万8的彩礼，那减下来的钱咱们用来装修我们的婚房呀，不香吗？周红林继续说道，房产证上会加你的名字，那房子你也有份的了，装修的好，是我们在享受，好过把钱给你2个哥哥装修房子，给你2个嫂子享受。叶佳妮内心认可周红林的安排，嘴上却说道，从666666万的彩礼降到18万8。红林，你这是想白菜价娶我进门？当初哄我的时候，可是说的天花乱坠，说什么会让我过上大少奶奶的生活，说会风风光光的娶我进门，就给18万8的彩礼，这也叫风风光光？周红林忍不住说道，那管成一般人家结婚，
条件好的，也就给个几万元彩礼，大部分人都是给几千块钱。管城人嫁女，那是真正的嫁女，不图钱的，只图女儿女婿婚后过得好。同样是管城的农村出身，海玲嫁他时，海家人要30万彩礼，海玲拦着不让他出那笔钱，说海家人没有资格要彩礼钱，叶家却要60多万的彩礼钱，简直就是卖女儿呀。我们村里有个人家嫁女儿，不用他开口，男方那边主动给了几十万的现金当彩礼，还送了一套房子，一辆过百万的豪车呢。可能就是那个人嫁女儿嫁得太风光吧。知道周红林收入高，在市里也有房，父母年轻时买了社保的，现在都能拿到退休金了。觉得周家条件很好，就想着多要点彩礼钱，也把她风风光光的嫁出去，以后回村里也别有面子。周红林说了句：“她嫁的是富二代吧？我可不是富二代啊，你要是羡慕，你找个富二代去。”说完，搬开叶佳妮挽住她手臂的手，推着购物车就走。红林，周红林啊！叶佳妮站在原地，大声叫喊着他。周红林呢，充耳不闻，继续推着购物车走，也不挑东西了，打算去结账。周红林，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分手！叶佳妮不顾他们是在超市里，大声叫喊并威胁着周红林。不少人都听到了他的叫喊，就连在零食专柜那里挑选着各种零食的那海家姐妹俩都听到了叶佳妮的叫喊声。海童对姐姐说道：“男人都有劣根性，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当成宝，捧在手心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得到后就没那么珍惜了。叶佳妮和周红林不结婚还好，一旦结婚，保证会一地鸡毛。不过我还是盼着他们俩能结婚的。周家人就该有叶佳妮这样的儿媳妇来治一治他们。”海玲给儿子挑了些零嘴，淡淡的道：“并不是所有男人都那样的。彤彤，你别被姐失败的婚姻影响，总之别影响到你和战印的婚姻就行。战印比周红林不知道好了多少倍，姐看他呀是越看越满意的。”海童笑道：“好好好，我不依竹竿打翻一船人。你妹夫是个好男人，非常完美的好男人，行了吧？”心里腹诽着，就战印心眼小的时候，姐姐是没有见识过。不提起战印，海童都忘记战印又出差2、3天了，也没有给他打电话发信息，当然他也没有打给他。他可能是太忙，他则是没有男人在身边耍小心眼了，如同飞出笼的小鸟，玩得太嗨，不记得想战印了。等会儿回家后，可得发信息问问那个小气鬼什么时候回来。哎，都要过年了，还出什么差呀？海童又在心里把战氏集团的当家总裁吐槽了一番，觉得他太不近人情了，这都要过年了，公司也正是放年假，还要战印出差，万一战印未能在过年前把事情处理好，岂不是不能回家过年？海玲笑道：“战印本来就是个好男人，别把他和周红林那样的男人相比较。”看看购物车，海玲说道：“都满了，还买吗？要不先把这些东西带回家，看看还欠什么，再过来买。买的太多，他们俩搬上楼也累。梁姨现在不在呢，海童给她放年假了，让她回家过年。梁姨来了后帮了他们不少的忙，除了海童给了梁姨一笔奖金1个大红包之外，海玲也给梁姨1个大红包，说是给梁姨过年的。梁姨从战印那里还能领到一笔奖金以及过年红包，她美滋滋的回家去过年了。给大少爷办事啊，绝对不亏的。大少奶奶和海玲呢，也是有良心的人。那除了梁姨收到不少奖金和过年红包，还有此刻依旧跟在战印身边的阿七。阿七的奖金本就翻倍的了，过年还能拿一笔年终奖以及过年红包。哎，他可是大少爷重用的保镖呢，还是抱紧了大少奶奶粗大腿的人。也行。海童把挑好的零食放在购物车上，和姐姐一起推着购物车去排队结账。哎，很不巧的是，姐妹俩排队结账时又和渣男贱女一起啊。
不过姐妹俩在前面，周渣渣在后面。周红林对叶佳妮还是有感情的，被叶佳妮那样一威胁，就折回去各种哄，也往购物车上塞满了各种年礼。既有周红林给自家准备的，也有给叶佳妮父母和2位兄长的。叶佳妮顺势而下，没有再和他闹，2个人又和好如初了。此刻看到海彤姐妹俩把他们购物车上的东西一件件的拿出来给收银员，再看着那数额一再的往上飙升，哪怕不是海玲掏钱，周红林都觉得曾经的小姨子太败家，买那么多的东西啊。以前还住在他家里的时候，也就是承包了他家里大部分的家务，那也是帮他姐的忙啊，每个月给个2、3千的生活费，顶什么用？逢年过节买点吃的喝的给洋洋，再买点水果而已，都不见海彤给他父母买过名贵的烟和酒呢。现在给战家人准备的都是贵重的东西，连零食都是贵的买。周红林心里很不舒服，却又不能说什么，毕竟海彤现在不是他的小姨子了，买的东西多，名烟名酒都有。那海彤这一次购物花了几万块钱，周红林看着海彤刷卡支付时，眉头都不皱一下，忍不住又看了看叶佳妮。叶佳妮虽还没有嫁给他，可他们已经住在一起，还说好在情人节去办结婚手续。叶佳妮是他们周家准儿媳妇了，要过年了，也不见叶佳妮有点表示。想当初海玲，周红林瞄到瘦了30斤都还是胖乎乎的海玲，赶紧回神，不愿意再回想当初。海彤买的东西太多，姐妹俩也提不动，跟商场的人说了后，他们借用购物车把东西推出去。姐，你和洋洋在这里等着啊，我去把车开上来。海彤的车停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他要去停车场把车开上来，才能把东西搬上车。好的。海玲没有意见。洋洋见小姨独自走，有点着急的叫着啊，小姨，小姨。海玲忙道，洋洋，小姨是去开车，很快就来接我们的。洋洋这才放下心来，哦，他还以为小姨要把他和妈妈丢在这里呢。很快周红林和叶佳妮出来了，他们买的东西也很多，照样借用着商场的购物车把东西推出来。亲爱的，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开车。叶佳妮娇声说道。好的，亲爱的，你要快点哦，我一个人等着有点怕怕的。海玲听得都想吐了，哎，用得着在他面前刻意秀恩爱吗？爸爸。洋洋又叫了周红林一声。周红林这次过来抱了抱洋洋后，又逗了2分钟，便把洋洋放坐回购物车上。他向地下停车场走去，留下叶佳妮在斜睨着海玲。海玲懒得搭理他。海玲，洋洋，熟悉的叫喊声传来。海玲望向走过来的陆东明，很是意外。等陆东明近前了，他问道，陆总，你怎么会在这里？在他的眼里，像陆东明这种大总裁是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的，人家需要什么只需要吩咐一声，自有人去办理，都不需要亲自跑到超市买东西。叶佳妮不认识陆东明，但听到海玲对陆东明的称呼，又看到陆东明拿在手上的车钥匙是保时捷的，知道这是位有钱人，他忍不住就竖起耳朵听着2个人说话，心里想的是，海玲怎么会认识这种有钱人？哎，难道是商太太介绍认识的？陆东明对叶佳妮也没有印象，不过他感受到叶佳妮的盯视，本能的看过去。在他看过去时，叶佳妮抬手撩了撩秀发，还冲陆东明笑了笑，自觉把自己最美最有魅力的一面展现出来了。陆东明也就是看了他一眼，视线就回到海玲母子身上。我开车路过，看到你母子俩站在商场门口，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是不是搬不回家？哎，要我送你们回家吗？陆东明眼力太好，就这样开车经过这里都能扫到海玲母子俩。他怎么每次出门都会遇到开车的陆东明？还好此刻他站的地方离街道有200米远，陆东明的车停在街边，他的购物车碰撞不到陆东明的车。
陆东明对于海玲害他2辆豪车受损有点阴影，同样的，海玲也有阴影的。谢谢陆总，我和彤彤一起的这些东西都是彤彤买的，她要回婆家过年，给婆家人准备的年礼。彤彤去停车场开车了，很快就能过来了。陆东明眸子闪烁，战印要带海彤回家年过了。哎，那岂不是会穿帮？不过那是战印的事，战印这样安排。陆东明不会管，他只是战印的好友而已。哦，原来如此。陆东明扫了一眼购物车上的东西，战印的太太还是很重视回婆家过年的，买的都是好东西呢。洋洋，陆东明习惯性的逗着洋洋。洋洋偏头避开陆东明想摸他脸的手，然后扭头要海玲抱他。海玲知道儿子害怕陆东明，把儿子抱了起来。洋洋，陆叔叔送过一只风车给你的，怎么还是害怕陆叔叔的？洋洋2手搂着妈妈的脖子，把头枕靠在妈妈的肩膀上，看都不看陆东明。送他一只风车就想收买他了。哎，陆叔叔以为他很好哄吗？哎，太小看他周洋啊。洋洋，来呀，陆叔叔抱你去买更多好看的风车。陆东明尝试着想从海玲手里抱过洋洋，洋洋拼命地叫喊着，不要，我要妈妈，不要陆叔叔，不要风车。陆叔叔送给他的风车早就被他毁坏，扔在地上。妈妈扫地的时候把坏风车扫走。玩过了风车，风车对洋洋的诱惑力就不大了。海玲不好意思地对陆东明说道：“陆总，对不起，洋洋还是害怕你。”陆东明每次遇到母子俩时，哪怕在第一次刮花他的车时，都没有表现出恶意，可是洋洋就害怕陆东明，不愿意让陆东明抱他。陆东明忍不住摸了摸自己脸上的刀疤，问着海玲：“我这疤是不是很恐怖？”我妈说我顶着这刀疤出门能吓哭小孩子，她不信，结果洋洋的反应打了她的脸。她还真会吓到小孩子。就经过了那么多年，她脸上的刀疤没有最初时的触目惊心，可能是她身材高大又性格粗犷，才会让洋洋害怕她吧。海玲看了看她的脸上的刀疤，说道：“习惯就好了。”答得不直白，陆东明听出来了。他脸上的刀疤对于别人来说是真的很恐怖。陆东明没有生气，只是笑了笑，说道：“是的，习惯了就好。洋洋就是不习惯。你的店铺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装修好？预估要3月份吧。”陆东明计算了一下日子，点头：“差不多吧。等你的早餐店开张营业了，我有空就去捧场。洋洋经常看到我习惯了，就不会再害怕我，然后他就可以抱到消想了很久的小家伙。他就知道儿子很可爱，但还是第一次遇到为了接近儿子，能抱到儿子这么执着的大男人。那海彤和周红林是一前一后开车出来的，看到陆东明站在姐姐的身边，海彤也很意外，他就边下车边和陆东明打招呼，并问道：“陆总，你也是来买年货的吗？”陆东明笑道：“不是，过年期间我们家需要的东西。管家会安排人提前买回来的。不需要我们操心。我是路过，看到你姐和洋洋站在这里，以为他们买的东西太多带不回去，才停车过来问问。”海彤看了姐姐2眼，总觉得姐姐和陆东明有点缘分，经常能在路上偶遇。哇，真的巧得不能再巧。在陆东明的帮助下，海彤买的年礼全都搬上了他的车，把他的车子塞得满满当当的。谢谢陆总。海彤道谢。陆东明笑笑说道：“我和战总不仅是有生意往来，私底下也是朋友，交情很铁的。你是他的太太，我帮你这点小忙不值一提。”他又看着洋洋补充一句：“洋洋不喜欢我，怕我，但我每次看到洋洋都忍不住想亲近他，逗着他玩，哪怕把洋洋吓哭，直往妈妈怀里钻，陆东明都觉得很有趣。洋洋，陆叔叔这是把他当成猴子来耍。陆总，我们先走了啊。”海玲抱着儿子上了妹妹的车子，
向陆东明说了声再见。陆东明嗯了一声，在海童把车开动后，他也走向自己停在街边的车子。等他们都走后呢，叶佳妮碰了碰脸色黑得像炭的周红林，见周红林一脸黑，他忍不住说道：“怎么？看到你前妻有男人献殷勤，你不高兴是吧？”周红林，你已经和海玲离婚了，她不再是你的妻子，你黑什么脸？周红林回过神来，想解释一下，可他刚刚黑脸却是事实，难以解释，最后只能说到：“佳妮，这可能是大多数男人的劣根性吧。离婚后自己有了新欢，就觉得是正常的。要是对方也有人献殷勤，就觉得自己的自尊受损了。说白了，就是不想看到对方过得比自己好。”叶佳妮脸色才缓过来，她说道：“那个男人很有钱的吧？我看他开的是保时捷。陆总，陆氏集团的老板，陆家的四少爷，他不靠家族，自己创立的陆氏集团，身家100亿的，当然有钱啊。上次我妈和我姐去找海玲，想让海玲替他爷爷还钱时，就是陆总替海玲出头的。在派出所里，你不是见过他了吗？叶佳妮，我当时就注意力都在商太太和商小姐身上，没有仔细看陆东明。等他知道商太太是海玲的亲大姨时，更是震惊的忽略了陆东明的存在。红林，我看陆总很喜欢洋洋，他会不会因为喜欢洋洋，慢慢的喜欢海玲？叶佳妮和周红林一样，就都盼着海玲过得不好，那样他们才有快感。要是海玲离婚后过得比他们都好，叶佳妮会气死的。周红林把东西搬上车，听了叶佳妮的话，他嘲笑的道：“你看海玲那副样子，能打动陆总吗？过了年，陆总都36岁了，他见过的美女还少吗？”可他依旧单着，就知道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择妻标准非常高。海玲呀，除非重新投胎到富贵人家当千金小姐，否则都没有机会嫁给陆总。就算她重新投胎，等她长大啊，陆总都老了。海玲不是有个非常有钱的大姨吗？说不定人家大姨牵线，能让她嫁入豪门呢。叶佳妮是觉得海玲打不动陆东明，可是陆东明对海玲母子那么好，她还是忍不住羡慕嫉妒恨啊。周红林上车后，边系上安全带边说道：“要说海童嫁入豪门，我还是相信的。海童还年轻，颜值也高，就算他会拳脚功夫，发怒的时候会动手揍人，却掩不住他天生的好气质。海玲嘛，呵，连我都嫌弃他。陆总那样的天之骄子，怎么可能会喜欢他？”叶佳妮说道：“你没有发现海玲瘦了很多吗？她要是瘦下来了，再打扮打扮，还是很漂亮的。难保陆总不会爱上她，有些男人就是喜欢少妇。”周红林嫌弃的道：“再怎么瘦，她也还是个大肥婆，看着都让我倒尽胃口。”他一手搭放在叶佳妮的大腿上：“佳妮，还是你最好，我最喜欢你了。”叶佳妮得意的笑：“海玲啊，是不如她的。与姐姐一起回家的海童，也忍不住在姐姐面前提及陆东明。他说道：姐，我感觉你和陆总还挺有缘的，总能遇到他。他开车路过都能看到你和洋洋。”海玲失笑：“彤彤，那是凑巧啊，陆总很喜欢洋洋。事实上，我挺怕遇到陆总的。陆总很喜欢洋洋，这个倒是真的。上次我和小军去吃火锅，遇到战印和苏总请陆总吃饭，他们3人居然也是去那里吃火锅，后来我们就一起吃了。陆总还问我怎么不带着你和洋洋。”海玲说道：“陆总这个人是粗中有细，面冷心软的人吧，所以才会喜欢洋洋。”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来电显示是战印，对姐姐说道：“姐，是你好妹夫打来的，出差2、3天了，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你给他打过电话了吗？他出差那是公事，事办重要的事情，你在家里闲着，天天不是带着洋洋去找小军逛街买吃的喝的，就是带着洋洋到处兜风，洋洋的心都完野了，也不见你给战印打电话关心关心他。”
问问他能不能赶回来过年呀。他说会赶回来过年的。海童说着按下了免提。彤彤，你现在哪里？电话一接通，战印就知道海童在外面。他听到了汽车的声响，跟我姐去逛商场了，买了很多年货年礼，就等你回来了。刚到家没有看到老婆在家，脸色不太好看的战印马上就缓和了脸色，他在沙发上坐下来，扯着领带温声说道：回来了吗？什么时候到家？我已经回来了，你进小区后就给我发信息，我下楼去帮忙拿东西。哎，海童就很遗憾的道：你回来了。哎，我以为你要今晚或者明天早上才能回来呢。不喜欢我回来？没有，喜欢，非常喜欢。你回来的正好，可以帮忙搬东西。海童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潇洒够，不想自家郎少太快回来榨干他的体力。以前呢，看他冷冰冰的，以为他在那方面也是冷冰冰的，谁知道他热情如火，又体力好得很，简直就是男人中的战斗机。现在海童都不敢撩他了，怕撩他一下，他隔天下不了床，把我当搬运工了。战印吐槽着，话里却有着宠溺，我在楼下等着你，给你当搬运工。